普京表态向欧洲开战，俄乌战争即将开启。英国开启新一轮导弹研发计划，深入打击俄本土。日自卫队再升级，9000万美元打造3万吨级巡逻舰。朝鲜阅兵惊现3国造，1枚导弹与德日中3国导弹雷同。精彩资讯马上开始。5个小时，整整5个小时。美国谈判代表维特科夫·库什纳跑到克里姆林宫，跟普京关在小黑屋里聊了整整1下午。会谈结束后，双方非常有默契地把嘴闭得严严实实，约定不对外透露半个字。这就有意思了，如果是吵架，半小时就该摔门出来了。能聊5个小时，那肯定是在谈生意，而且是大生意，甚至是在重新划分地盘。对于这次谈判 ，NBC 新闻倒是挖出了一点料。在和谈这方面，俄罗斯的态度很明确，想要停火可以，3个条件1个都不能少。第一，顿巴斯地区全部打包给俄罗斯，不管现在谁控制，地契得改名。第二，乌克兰必须自废武功，军队裁员，关键武器扔掉。第三，美国和欧洲得承认，俄罗斯拿走的那些地盘以后就是合法的了。这哪里是谈判，这是让乌克兰把家门钥匙交出来，然后自己去睡大街，没有一点诚意。所以这5个小时的会谈没有达成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折中方案。对于这点，火力军觉得很正常。在此之前，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表示，俄罗斯准备和平解决冲突，但后面跟了一句，必须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翻译一下就是，我想和平，但是你得先投降，如果不投降，那就打到你投降，而且这仗还得惠及子孙后代。意思就是一次性把乌克兰打废，彻底摧毁其国家地位，省得以后麻烦。更有意思的是，普京最近的幽默指数直线上升。他在采访里说，这4年他对乌克兰一直手下留情，是欧洲那帮人在挑事。如果欧洲再闹，俄罗斯就要全力以赴了。听到这话，火力军都惊了。历时4年，伤亡100多万人，巴赫穆特和波克罗夫斯克的战役烈度都快赶上2战了，这还叫手下留情？那要是全力以赴，是不是得把地球打穿？这种话也就只能当个笑话听听，你要是信了，那才是真的说了。除了讲笑话，普京在提及黑海港口和油轮遇袭时，说乌克兰搞袭击是海盗行为，俄罗斯要打击乌克兰港口以及进入这些港口的船只。很明显，这些话是说给欧洲听的，但到底有没有用，我们拭目以待。或许是和谈一直没进展，美国也烦了。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外长会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竟然缺席了，这可是1999年以来头一回。虽然借口是日程问题，但欧洲那边心知肚明，这不是请假，这是信号。特朗普已经宣布停止资助乌克兰，这意味着拜登之前签的单子，只要还没发货的全部暂停，甚至连情报支持都要断。德国陆军总监弗洛伊丁表示，美国真切断了向乌克兰运输武器以及柏林之间的联系。我们如今不仅无法获取美方关于乌克兰战场的卫星情报、信号情报和评估报告，甚至连华盛顿向基辅运送部分武器事先也未收到通知。德国的外交官现在只能在五角大楼的走廊里到处逮人，看看有没有哪个好心的美国官员能出来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卫星情报没了，信号情报断了，连运送武器的通知都没了。对于这种情况，Politico 说了大实话，特朗普已经跟欧盟透了底，和平协议一签，冻结俄罗斯的那3000亿美元资产得还给克里姆林宫，乌克兰重建一事就由欧洲掏钱。美国这盘算打得噼里啪啦响，只有战争结束，俄罗斯拿到钱，美国才能跟俄罗斯做生意，大家一起赚大钱。至于乌克兰，那不在特朗普的考虑范围内。现在的局势已经很明朗了，美国开始对乌克兰直接下手。之前是赶走伊尔马克，现在的攻击目标已经换成了泽连斯基。打开 X 平台看看，抹黑泽连斯基的帖子一刷就是好几页。或许是美国态度转变，俄罗斯又勇起来了。和平谈判还没着落，普京就坐不住了。他突然宣称，俄罗斯不会与欧洲开战。乍一听，火力军都以为他终于洗心革面，不愿再挑起更多战争。然而普京话锋一转，给出了可能是俄乌战争以来最直白、最露骨的战争警告。但如果欧洲想不开，俄罗斯将开启战争。这番话等于将俄罗斯拉到了弱势方，反而让欧洲成为了战争侵略者，实在很幽默。除了开战宣言，这个时间点同样很敏感。就在他说这话的几小时后，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马上抵达了克里姆林宫。这2人是来磋商和平协议的，所以说白了，普京故意装作强硬状态，只是为了在谈判中狠下更多利益。北约直接站出来打脸。根据欧洲真理报报道，一位北约高级官员听到普京发动战争的话，差点没笑背过气。他表示，普京又在玩虚张声势那套小把戏。一方面，俄罗斯的军事战力远远不够，
毕竟连顿涅茨克的一个村拿不下，俄罗斯拿什么跟整个欧洲打？靠那些生锈的坦克，还是朝鲜送来的炮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根本没有发动战争的经济基础，它的经济结构太畸形了，全靠石油、天然气输血。但随着美欧制裁落地，俄石油生意越来越难做，乌克兰无人机也正不断地将俄罗斯的油轮送进海底，俄经济脆弱得不堪一击。最后一方面，普京自己也清楚，即便他掏空俄罗斯国库，也没能力赢下跟北约的战争。不跟北约比较了，哪怕是现在的乌克兰，俄军也拿不下。根据军事分析人士估计，俄军想要夺取乌克兰剩余的领土，至少需要数年的时间，并付出数十万人牺牲的代价。总的来说，普京的表演更像是一个赌徒，在输光了所有筹码之后，丢一把假枪拍在桌子上，试图吓退所有的对手。但这招对乌克兰人没用，对看清了俄军虚实的北约也没用。这场战争不会因为普京的几句狠话就结束，胜利只属于那些在战场上寸土不让的勇士，而不是那个在克里姆林宫里色厉内荏的野心家。当然，北约很清楚，仅靠口头的反驳还不足以让俄罗斯服软。想要应对这头纸老虎，只有火力才能威慑火力。于是英国决定启动数十年来最雄心壮志的导弹计划。面对俄罗斯的日益紧逼，英国已经忍无可忍。根据 BFBS 报道，英国提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联手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盟友，搞一个能打2000公里远的超级大杀器。这就意味着英国的国防战略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是思考怎么防，现在不但要防，还要考虑怎么打回去，而且是直接打到俄罗斯的老窝。这事儿还真不能怪英国，而是普京自己做的。根据部队新闻报道称，俄罗斯部署了大量能够直射英国本土的武器，从射程高达3000公里的奥列什尼克到射程约2500公里的诺瓦托尔 9M729， 甚至还有射程约2000公里的天竺葵无人机，这些武器都足以打击到英国境内。不过更让人警惕的是，俄罗斯摆出这些玩意儿不是用来展览的。2024年，俄罗斯就宣称已使用奥列什尼克袭击了乌克兰的第聂伯罗。英国不敢保障俄罗斯是否会像袭击乌克兰一样向欧洲动手，欧洲远程打击方案由此诞生。这个方案旨在开发一种新型先进导弹，目前公布的消息很少，但报道分析其射程可能为2000公里，而且有可能是巡航导弹。如果将其部署在波兰或德国，打击范围轻松覆盖莫斯科，甚至还能打到乌拉尔工业区。除了跟盟友合作，英国自己也在憋大招，搞了2个代号很神秘的项目，一个是叫夜幕降临的弹道导弹，另一个则是叫刹车停止的攻击性无人机。2个武器射程都达600公里，虽然从英国本土打不到俄罗斯，但如果把它们运到波兰，运到波罗的海3国，那就是顶在俄罗斯脑门上的2把短刀，随时能精准打击俄前线的指挥所、弹药库。熟悉英国军工的观众看完这波操作，估计会忍不住吐槽：英国不是还有风暴阴影吗？乌克兰用的挺顺手啊。实话实说，这款导弹确实厉害，但架不住它造价高。英国回过头一看，这几年援助乌克兰的，加上已经用过的、过期的，自己手上剩下的风暴阴影，估计也就只有几百枚了。就火力军看来，英国的战略大转向其实是被逼出来的。冷战结束这么多年，欧洲的远程打击能力几乎完全退化了。但俄乌战争把英国、把整个欧洲都震醒了。他们明白，面对俄罗斯这样的对手，只有当你手里握着能让他付出惨重代价的武器，和平才有可能真正降临。欧洲在打造抗俄之矛，乌克兰也在持续打击俄罗斯重要政府部门。这一次还对车臣领土发动了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袭击之一。乌克兰这次袭击真的有点狠，直接烧到卡德罗夫的老巢。根据 OSNT 社区报道，一台乌克兰远程自杀式无人机从天而降，一头撞进了车臣古吉尔梅斯市的一个军事基地，紧接着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现场视频显示，军事营地火光冲天。这个基地不仅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地盘，还是车臣北艾哈迈德特种团驻地，即在2022年9月组建，专门用来干扰乌克兰的行动。在乌克兰战场上，这帮人名声相当响亮，隶属于俄罗斯第42近卫师，是俄军手上的一把尖刺。但因为爱拍 TikTok 被嘲讽为了网红部队，现在基地被炸飞了，这把尖刺也很有可能一蹶不振。俄罗斯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估计是觉得脸丢大了，不好意思回应。而这次袭击也成为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对车臣领土发动的最猛烈的一次袭击。这下压力给到了普京和卡德洛夫，连最精锐的禁卫军老巢都防不住。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到底保护了什么？当乌克兰无人机还在俄罗斯领土起点开大的时候，俄罗斯的盟友朝鲜同样备受瞩目，虽然是丢脸的瞩目。其在空军成立80周年上展出了大量俄战机以及自主研发的导弹，这些导弹身上大家看到了德国、中国、日本的影子。
火力军不由感慨，原来太阳也会说话。朝鲜的军事工业以山寨各国技术闻名，这次没让人失望。为庆祝朝鲜人民军航空队成立80周年，平壤秀了秀自己的肌肉，展出各种战机和导弹。结果朝中社刚把照片发出来，大家就差点笑掉大牙，展出的东西实在是太眼熟，眼熟到让人怀疑朝鲜是不是把北约的军火库给搬空了。根据军事报报道称，在朝鲜展出的米格29和苏25上发现了一款与德国 IRST 非常类似的导弹。像就算了，这玩意儿身上的不少配件还跟中国霹雳11导弹和日本的04式导弹雷同。首先是弹体中间的长条翼，几乎是 IRST 的标志，其次是尾部那个外观很高端的推力矢量控制片，跟德国人原版非常相似，唯一的区别也就涂装不一样了。对于火力军来说，这事儿并不稀奇，朝鲜也是惯犯了。之前金正恩在葛麻空军基地观看飞行表演时，就有不少眼尖的朋友发现，照片中一架苏25携带的2枚导弹，一枚外观撞脸德国金牛座，另一枚则跟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像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弟。还有一些武器装备，例如小型防空导弹，外形酷似英国的硫磺式导弹。以前大家总觉得朝鲜军工就是土法炼钢，现在看来原来是土法抄袭。或许是自己也觉得丢脸，虽然朝中社给出了照片，但没有提供导弹的任何技术参数，甚至都没有说出他们的官方名称，这是把做贼心虚写在脸上了。有意思的是，朝鲜抄袭的这些导弹不少都曾出现在俄乌战场上。火力军忍不住怀疑，朝鲜援助俄罗斯是不是为了回收战场导弹残骸用于技术研发？当然，真实情况只有朝鲜自己清楚。与朝鲜疯狂抄袭不同，日本已经决定斥巨资打造世界上最大的巡逻舰，它到底想做什么？为了加强军事实力，日本下了血本，高市早苗最近悄悄批准了一项惊人的预算案，砸下约9000万美元，争取到2029年前打造一艘史无前例的海上巨兽。这头怪兽排水量高达3万1千吨，你没听错，3万吨。这哪里是巡逻舰，它比很多国家的轻型航母还要大，甚至跟日本自卫队的出云级航母都不相上下。以前日本海上保安厅最大的船仅仅是6500吨的黎明级巡逻舰朝月号，现在直接翻了4倍多。造这么个庞然大物，日本到底想干什么？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他们造这艘巡逻舰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让世界充满爱与和平。未来它将用于巡逻、救灾等人道任务。如果细看这艘舰艇的具体数据，大家会发现，保安厅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先来看看这艘船到底有多夸张，其全长200米，这尺寸放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海警队伍里都属于巨无霸。而且它的设计相当讲究，不仅能在屁股后面停2架直升机，肚子里还藏着舷机。这小子用了类似2栖攻击舰的滚装设计，能装大量的车辆物资，甚至还预留了能住几千人的超大空间。此外，它不仅有先进的数字化指挥系统，还能极强续航能力，可以在海上赖着不走，一旦有突发状况，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基地，能运兵，能运装备，还能指挥全场的文字船搞围攻。这样的配置就是一艘具备强大投送能力的2栖登陆指挥舰。值得注意，这个计划是高市早苗特意塞进补充预算案里的，说明这位女首相在扩军备战的道路上走得比谁都急。她不仅要给自卫队松绑，连海上保安厅这种第2海军也要武装到牙齿。目前这艘巨舰还在打造中，预计2029年交付。一旦下水，或许会改变东海的海上战略格局，甚至可能成为未来海上冲突的一个巨大变量。当然，那一天还没有来临前，我们仍然需要静静等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觉得随着局势的变化，俄罗斯和北约的战事是否真一触即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